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这小妞长得可真带劲，要不要陪哥几个去歌舞厅玩玩？阳城市的大街上，5个混混突然拦住一对新婚夫妇，并对女子动手动脚。这对夫妇是从京都来阳城旅游的，丈夫是名正气凛然的军人，妻子则是五官俊俏、肤白貌美的大家闺秀。男人见妻子被混混调戏，连忙将其护在身后。住手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竟敢调戏良家妇女，你们眼里到底还有没有王法？老子就是王法，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，识相的赶紧滚开，让我们陪这位小姐好好玩玩，不然打断你的腿。男人面对如此嚣张跋扈的混混，心里早就怒火中烧。这时，男人的妻子连忙小声提醒他，快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男人也知道2个人的身份，不便跟这群流氓纠缠，只好强忍心中怒火，放开紧握的拳头，拉着妻子的手准备离开。妈的，老子让你们走了吗？带头的混混直接一把拉住女子的胳膊，小胳膊又细又软的，真舒服。丈夫见状大怒，一把推开混混，走开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领头的混混顿时感觉脸上没了面子，嘴里对着男人骂骂咧咧：“你个混蛋，今天不给你开个瓢，老子就跟你姓！”正在双方准备动手的时候，不远处突然来了3个警察。“罗哥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小子刚才欺负我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”被混混喊罗哥的警察名叫罗军，是警察大队的一名队长，而罗军的岳父则是阳城公安局的局长。更加巧合的是，眼前这几个混混平时都是跟罗军混的，自己小弟被打，罗军瞬间火冒3丈：“你一个外地人，竟敢在我的地盘欺负我兄弟！今天你要么跪下磕头认错，要么我卸你一条腿，你自己看着办。”警察同志，明明是他们调戏了我爱人，你不问青红皂白就让我道歉，简直是蛮不讲理。男人义正辞严地跟罗军理论起来：“讲理？我告诉你什么是理！”罗军说完，直接抽出警棍，一棍子砸到男人头上，男人头上顿时血流如注，可把一旁的妻子给吓坏了。可还没等她走上前查看丈夫的伤势，只听罗军一声令下：“给我打，打死算我的！”很快，在暴徒们的围攻下，男人彻底失去了意识。虽然女子第一时间请人将丈夫拉去医院，可最终男人还是因为伤势过重，抢救无效死亡。女子伤心过度，直接昏迷过去。醒来之后，女子强忍悲痛，在护士站打出一个电话：“吴司令，我爸呢？你是哪位？”“我是杨春燕，杨小姐，有事吗？”“杨将军，他正在跟邓公开会呢，可能晚点，你马上去通知他，他女婿被人打死了。”吴司令知道消息后，震惊的同时立刻驱车前去通知杨将军。毕竟杨春燕可是开国上将的爱女，她与同为军人的黄伟属于是军婚，2人一向恩爱，结婚后就想好好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他们的第一站就是阳城。2个人虽然身份特殊，但却一没穿军装，2没带随从。到阳城以后，也没有惊动当地领导，他们每天仅仅是素衣打扮，四处游览，拍照留念。结果万万没想到，这对新人竟然会在阳城遭遇如此厄运。你去告诉杨将军，杨小姐和她爱人出事了。会议室门口，吴司令小声对杨将军的秘书说道。经过秘书转达，不一会儿，杨将军就从会议室走了出来。
究竟怎么回事？快说！”吴司令于是将杨春燕和爱人在阳城的遭遇151告诉了杨将军。闻听消息，杨将军勃然大怒，一个踉跄，险些晕倒。好在秘书及时搀住了他。杨将军立刻意识到，阳城之乱，就连他的女儿女婿都不能幸免。如果换作普通人，情况只会更糟。悲伤过后，杨将军悲愤地说道：“阳城这是要反呢！我要带人亲自去一趟阳城。”出发之前，杨将军亲自给阳城的军区领导庞文勇打了个电话，让他们马上派人前往现场，务必活捉凶手。庞文勇听说有人在阳城打死了杨将军的女婿，先是不可置信，紧接着便向杨将军立下军令状，请将军放心，我一定活捉凶手，我们这就出发。挂完电话，庞文勇立刻便组织了一支加强连，一刻不停地赶赴阳城市。与此同时，离开现场的罗军一行不仅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反而被小弟们请去了饭店庆祝。罗哥，你刚才太威武了，把那小子打得在地上一动不动。罗哥，你说那小子他不会死了吧？面对小弟们的七嘴八舌，罗军一脸不屑：“死就死了，两个外地人，怕他干什么？”正在此时，罗军的一个小弟急匆匆跑进来，附在他耳边小声告诉他：“罗队，那个男的没抢救过来，死了。”罗军一杯酒刚到嘴边，听到被打的那个男人已经死了，顿时愣了一下。紧接着，小弟又说道：“我听说那个女的好像是什么杨将军的女儿，男的也是个军人，你听谁说的？真的假的？”罗军脸色变得有些苍白。医院现在都传开了，那女的用医院的电话给他老子打电话告状了。大哥，咱们该怎么办？此刻的罗军明显有些发愣，他放下酒杯，脑子飞速旋转。别听他们瞎说，将军的女儿会在阳城的大街上瞎溜达，你动动脑子。说完，罗军假装看了看表，然后对其他手下说道：“你们先喝着，我局里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”说罢，罗军急匆匆离开了酒店。其实罗军心里早就慌了，借故离开酒店，是想回去找岳父求救。他岳父吴梦义是本地的公安局长，权力很大，这件事恐怕只有他才能替自己摆平。爸，我遇上了点麻烦，你得帮帮我。罗军来到吴梦义的办公室，神色慌张，只感觉两条腿都有些发抖。吴梦义此时刚从省里开会回来，对于女婿罗军当街打死人一事还一无所知。罗军不敢直接告诉岳父自己打死了人，只是旁敲侧击地表示自己在外边跟人发生了一点口角，动手打了人，想让岳父帮着处理一下。你赔点钱跟人私了不就行了吗？这种小事也来麻烦我？爸，这事儿不是赔钱那么简单。其实罗军还没说完，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叫喊：“不好了！有一群当兵的把咱们公安局围起来了！”罗军率先听到消息，立刻反应过来，他意识到外面那些当兵的很可能就是过来要抓他的人。爸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先回家了。罗军再也没胆量告诉岳父真相，此刻唯一的念头就是跑路，跑得越远越好。不明所以的吴梦义眼看着女婿从后门溜走，他也来不及多想，赶紧出门去招呼那些当兵的。你女婿罗军呢？把他交出来！亲自带队的庞文勇看见吴梦义后，立刻大声命令他。吴梦义之前跟庞文勇见过几次，算是点头之交，现在看到他这么大阵势，连忙询问怎么回事。你还有脸问怎么回事？你女婿杀了人了，还是杨将军的女婿？
什么？你说罗军他这怎么可能？少废话，赶紧把人交出来，不然你知道后果会怎么样？吴梦义战战兢兢，心里砰砰跳个不停。不瞒您说，我是真不知道这个事，而且罗军他刚才已经走了。你放屁，不教人是吧？庞文勇虎目圆睁，来人，给我搜！庞文勇一声令下，手下的士兵呼啦啦全部冲进公安局，把里面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有找到罗军。既然暂时找不到你女婿，我就先把你绑了，一会儿你亲自跟杨将军说。庞文勇扑了个空，于是便让人把吴梦义绑回了市里，准备等杨将军的专机到了以后再做打算。杨将军来到阳城以后，根本顾不上休息，直接来到市里的职工会议室，见到了庞文勇和吴梦义。吴梦义，我给你1个小时的时间，马上把罗军带到我面前，不然你后果自负。杨将军没跟他废话，直接将皮手套摔到桌子上，当场对吴梦义下最后通牒：是，将军，我马上去把人给您绑来，一定。吴梦义吓得说话语无伦次，甚至都不敢抬头看杨将军。庞文勇让人给吴梦义松绑，让他马上去找罗军。吴梦义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摇摇晃晃出了会议室，马上便去寻找罗军。他心里非常清楚，罗军打死了杨将军的女婿，他自己有100条命也不够赔的，而且他这个岳父也肯定会受到连累，甚至全家人都不得太平。与其这样，倒不如他这个做岳父的先提前做点什么。恰在此时，吴梦义的女儿突然给他打电话：爸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罗军现在非要收拾行李，说要出国。这么说他已经回家了，你先替我拦住他，我马上到。吴梦义知道罗军想要出国避难，于是立刻让司机开车去他家里。无论如何，他不能让罗军离开，不然无法向杨将军交代。吴梦义坐在车里，面如死灰，目光渐渐暗淡下去。他只感觉胸口一阵憋痛，忍不住皱起眉头，伸手捂住胸口。怎么办？是自己亲自绑了罗军向上面交代，还是……吴梦义心乱如麻。如果死的是普通人，自己大不了运作一下，花点钱保他平安。可现在死的人是……吴梦义想到这里，一拳砸在车窗上，把前面司机吓了一跳。对于吴梦义来说，发生这样恶劣的事情，无异于天塌了。莫说罗军一个寂寂无名的女婿，就连自己这个局长也无法承担这样严重的后果。就算抓了罗军，恐怕也于事无补，这件事注定无解。吴梦义坐在车里，长叹一声，双手紧紧抓着座椅，表情极其痛苦与懊恼。都怪他平时对这个女婿太放任了，如果上面查下来，他们之前所有的脏事都会败露，到时候别说保不了自己的女婿，就是自己也不得善终。尤其是最近2年，他纵容女婿参与流氓与黑社会性质的团伙，利用他们获取非法利益。表面上是罗军在罩着那些流氓与黑社会，所以长期以来没人敢动他们。实际上，吴梦义才是那些人后面真正的保护伞，他只不过藏得比较深而已。如今罗军在街上打死了杨将军的女婿，等于把天捅了个窟窿。吴梦义就算本事再大，也没办法摆平这件事。他越想越绝望，表情越来越凝重，于是忍不住一支接一支地开始抽烟。很快他到了女儿的住处。爸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想跟你说。啪！吴梦义二话不说，一巴掌重重扇在罗军脸上，骂了句畜生。罗军捂着脸，有些胆战心惊，
女儿看到这一幕，连忙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娇娇，这没你的事，你先出去，我有事要跟罗军谈。支走女儿以后，吴梦忆再次怒火冲天，她狠狠瞪着罗军：“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害我？”罗军莫名其妙挨了一耳光，心里也很不爽。他其实多半已经猜到了原因，但却装作不知情。爸，我承认我是打死了一个外地人，可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你权力大有人脉，稍微打几个招呼，不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吗？你……吴梦忆为罗军的天真而感到气愤和无语。你个混账！你知道被你打死的人是什么身份吗？罗军继续装无辜，一个外地平头百姓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……吴梦忆此刻气得浑身发抖，直接抄起办公桌上的烟灰缸，朝罗军砸过去。还好罗军躲得及时，他刚才还不明白老岳父为什么发这么大火，现在他突然心里一沉，意识到也许死的人身份真的不简单。爸，你先别动手，起码先告诉我，死的那人到底是谁？罗军还是不敢相信之前小弟说的话，于是再次向岳父求证。吴梦忆气得喘着粗气，一屁股坐到沙发上。我告诉你，这次你死定了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罗军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沉重，却还是不到黄河不死心。爸，你倒是说说死的人到底是谁呀？被你打死的人是杨将军的女婿黄伟，这下你满意了？罗军终于印证了心中的猜想，直接当场愣住，半天没有反应过来。就京都的那个杨将军，他的女婿，这怎么可能？罗军完全不敢相信这些都是真的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怎么可能？这你都听谁说的？罗军还抱有一丝侥幸的心理。吴梦忆悲叹一声，虚弱地站起身来。怎么不可能？现在杨将军已经空降阳城，联合军区领导直接来抓你。我刚才说了，这次神仙也救不了你。罗军一听说杨将军已经到了阳城，而且点名要抓自己，当时就慌了。爸，可不能让他们抓住我，万一真被抓到，我肯定会被枪毙的。爸，你快救救我，我是你女婿啊！吴梦忆苦笑着看了罗军一眼，你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？我吴梦忆真是瞎了眼，怎么会选你做我的女婿？罗军根本没听进去吴梦忆的话，而是扑通一声跪到老丈人面前，哭着抱着他的大腿央求：爸，看在我是你女婿的面子上，你快帮我想个办法，我不能死，我死了，你女儿就是寡妇了。一想到自己的女儿，吴梦忆也忍不住抽泣起来。可怜我的女儿，嫁给了你这么个扫把星，这件案子恐怕不仅仅是枪毙你一个人这么简单，看来我们全家都要跟着遭殃。罗军眼看着吴梦忆完全没有替自己想办法的打算，于是愤然起身：既然你不愿意帮我，我只能自救了。说完，罗军转身就要离开。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吴梦忆立刻叫住罗军：我要离开阳城，坐火车去广东，再从广东去香港，我得跑。罗军一边说，一边拿上提前准备好的行李，准备出门的时候，却被吴梦忆拦住：你不能走，我已经跟杨将军立了军令状，1个小时内带你回去受审。你现在走了，难道让我替你去死吗？罗军听了岳父的话，忍不住皱起眉头，语气冰冷地说道：爸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想把我这个女婿交出去是吗？不然呢？你跑了，让我们一家替你顶罪不成？你想得美，谁爱顶谁顶，反正我必须要走，你让开！罗军此刻成了困兽之斗，他不顾吴梦忆的阻拦，强行要逃离阳城。吴梦忆拦不住他，
干脆从后面死死抱住罗军。兔崽子，反了你了！今天你除了跟我走，哪也去不了。滚开！我已经背了一条人命了，你再拦我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罗军着急逃命，已经有点癫狂。可是不管他怎么说，吴梦义就是不放他走。情急之下，罗军一拳打在岳父腮帮子上，跟着又一脚踢出。吴梦义身体接连后退，最后撞在茶几上，感觉老腰都快断了。他眼看留不住罗军，于是果断从腰间拔出配枪，并将枪口对准罗军。你敢走出这个门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？吴梦义把枪上膛，直接对准罗军的后背。罗军转身一看，当场吓了一跳。他万万没想到岳父竟然会拿枪对着自己。爸，你这是干嘛？快放下枪！吴梦义没有理会他，而是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手铐，然后扔到罗军面前。听我的，把自己铐上，然后跟我上车，也许我能替你争取到宽大处理。爸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打死了将军的女婿，你觉得他们会对我宽大处理吗？罗军苦笑起来。不管怎么说，总之你不能跑。事已至此，吴梦义自知没能力保全这个女婿，他甚至连自保都难。眼下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罗军深知岳父的脾气，如果再继续跟他硬刚下去，他很大可能会选择开枪。罗军没办法，只能控制脾气，开始好言相劝。爸，我求求你，你就再帮我一次，我给你跪下了。罗军扑通一声跪到吴梦义面前，摇着他的膝盖，声泪俱下的苦苦哀求。吴梦义面无表情，对罗军说道：说什么都没用了，你肯定是要给人家偿命的，我不仅救不了你，恐怕我自己也难逃干系。罗军这下傻了眼，瘫坐在吴梦义脚下，目光看着地板，两人默默无言，僵持了很久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罗军始终不见吴梦义有放过自己的打算。如果再这么耗下去，自己恐怕真的逃不掉了。罗军心急如焚，当他看到吴梦义举枪的胳膊有些发抖的时候，于是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他暗暗咬紧牙关，趁着吴梦义不注意，瞬间从地上站起，同时将吴梦义用力撞倒在地上。吴梦义手上的配枪也甩到了墙根。罗军于是借这个机会快步冲到门口，以最快的速度将门打开。门终于开了，罗军甚至连行李都来不及拿，当时就想要冲出去。然而就在他前脚刚迈出门槛那一刻，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。罗军眼睁睁看着胸口渗出鲜血，不一会儿他整个人就虚脱地栽倒在血泊里。吴梦义悲愤交加之下，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女婿。他摇摇晃晃来到罗军的尸体旁，情绪没有任何波动。他悠悠地说道：我们俩只能用这个办法谢罪了。说罢，吴梦义坐到沙发上，还特意整了整风纪扣。随后他把手枪重新上膛，然后将枪管塞进嘴里。砰的一声枪响后，一切归于宁静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